我居然穿成了万人嫌的短命恶女。系统还逼我必须拯救那个恨我入骨的人，一旦被他发现是我在暗中送钱，我就会被当场抹杀，直接没命。在大雪纷飞的深山木屋里，一场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埃蒂乌斯正带着部下们筹划一次极其危险的行动。为了能安全拿到皇帝的密信，他们必须先买通伯爵的身边人。埃蒂乌斯眉头紧锁，沉声问道：“打点这层关系需要多少钱？”部下满脸无奈的回答：“想要稳妥办成这件事，起码得要5000灯。”听到这个数字，底下的部下们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忍不住抱怨：这笔巨款到底要去哪里弄？毕竟他们的备用资金早就花光了。一时间屋里议论纷纷。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埃蒂乌斯也陷入了沉思。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门突然被猛地推开，手下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原来外面凭空多了一大袋金币，里面还夹着一封信。这下可把大家都给看傻了。手下仔细一数，这袋子里居然有整整5万灯，不仅解了燃眉之急，甚至还远远超出了预算。手下赶紧把信递给埃蒂乌斯，大家都很好奇，这雪山深处到底是谁送来的巨款。埃蒂乌斯拆开信一看，上面居然用粉红色的可爱信纸写着：“让大家搬到温暖的地方去。”署名还是个匿名赞助者。看到这封画着兔子的粉嫩信件，这群大老爷们直接在原地彻底懵了。大家看着这笔巨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世上居然有这种好事。部下们更是感动的稀里哗啦，直呼这是上天派来的天使，甚至发誓等以后大业成了，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恩人。埃蒂乌斯虽然觉得奇怪，但眼下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他当即下令所有人立刻收拾行李搬家，这个冬天终于不用挨冻了。看着外面的漫天大雪，埃蒂乌斯低声自言自语：难道又是那个人？而此时的雪地里，一个披着斗篷的身影正默默离去。原来这个神秘的幕后金主居然是凯瑟琳。送完这笔巨款，他心里总算踏实了点，觉得这下应该能帮上忙了。其实这背后的故事说起来可就太惨了。在埃蒂乌斯5岁那年，老皇帝突然驾崩，本来皇位该是他的，结果半路杀出个亲叔叔，硬生生把年幼的他赶下台，自己篡位当了皇帝。为了活命，埃蒂乌斯只能选择隐忍，在暗中默默积蓄力量。好不容易熬过了这么多年，他终于亲手夺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可谁能想到，因为之前受了太多苦，他刚登基没多久就病逝了。这结局简直荒谬透顶。而这悲惨的一生，其实只是一本小说里的故事。看到自己最爱的角色落得这个下场，他直接在被窝里哭得稀里哗啦，一边哭一边质问作者，怎么能把这么好的人给写死？其实对他来说，这个角色不仅仅是纸片人。那时候他正经历着严重的职场霸凌，被上司刁难，被同事排挤，只能躲在厕所里偷偷难过。是看着小说里他一次次挺过难关，他才有了撑下去的勇气。可现在倒好，作者居然直接把人给写死了，这让他怎么都无法接受，这根本就不合理。越想越气，他直接在评论区敲下一大段涨评，把作者狠狠痛骂了一顿。发泄完之后，他哭着哭着就睡熟了，心里还在不停的念叨，要是换做自己，绝对会给他一个幸福的结局。谁能想到，这一觉醒来，周围的场景全变了。门外还传来了仆人们的议论声，说大小姐今天怎么还没出房门？门外女仆还在小声嘀咕，说公爵夫妇的葬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小姐今天必须得露面。可屋里的人根本没心思听这些，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整个人都傻了。这粉头发紫眼睛的绝世美女到底是谁啊？等他看清镜子里这张脸，脑子里嗡的一声，这不就是小说里那个著名的恶女凯瑟琳吗？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平时嚣张跋扈，甚至故意把热茶倒在别人头上，还一脸无所谓的装手滑。这下他彻底崩溃了，不仅穿进了书里，还成了埃蒂乌斯最讨厌的恶女凯瑟琳，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啊！就在他抓狂的时候，眼前突然凭空弹出了一个发光的屏幕，上面居然写着致亲爱的读者。原来是作者给他发来的专属任务，只要能帮埃蒂乌斯完成革命，并且让他顺利活过3年，他就能回到现实世界。看着眼前的提示，他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这不仅是拯救他，更是他自己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系统突然提示，桌上有一份给他的专属礼物，他赶紧过去打开盒子，本以为是什么能保命的神级装备，结果里面居然只躺着一条手链，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用？系统催他赶紧戴上，他半信半疑的套在手上，难不成这还是个魔法道具？刚戴上手链就唰的一下亮了，眼前直接弹出了革命军的详细面板。好家伙，兵力物资全都是赤字，资金更是少得可怜。还没等他研究明白，系统又冷不丁补了一刀，说要是任务失败，他就要直接没命。这下他是彻底无语了，听到失败就会死，凯瑟琳整个人都懵了。这系统不仅要命，还给他出了个大难题。屏幕上紧接着弹出一行警告，绝对不能让埃蒂乌斯发现，是你在暗中提供资助，否则这辈子都别想回到现实世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居然直接丢下一句祝你好运，然后就彻底没动静了。这下凯瑟琳彻底抓狂了，哪有这么坑人的系统，连个新手指南都不给，这作者也太不靠谱了吧。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女仆就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公爵夫妇的葬礼已经准备好了。这开局简直是地狱难度，更要命的是他看了一眼革命军的现状，这破烂不堪的队伍到底要怎么带啊？紧接着系统又冷不丁地弹出了警告，要是任务失败，他就要直接没命。看着这明晃晃的死亡通知，凯瑟琳整个人都麻了，这哪是做任务，这分明是在玩命啊！不过既然已经退无可退，为了能活下去，也为了拯救他最心疼的埃蒂乌斯，他决定豁出去了。不就是缺钱缺物资吗？
他直接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砸进了革命军的建设里。看着革命军的进度条一点点上涨，他甚至觉得这感觉就像在玩模拟经营游戏，居然还挺有意思的。好在现在剧情才刚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改变。凯瑟琳顺手打开系统面板一看，革命进度居然直接飙到了51%。要知道之前才只有26%，看来刚刚送出去的那5万灯确实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管家赫罗斯就追了上来，有些担忧地问：“大小姐，您到底把那笔巨款送去哪了？”凯瑟琳心里一惊，只能强装镇定地反问：“这种事难道还要向你汇报吗？”赫罗斯无奈地解释，自己只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出来，这贴身管家管得太宽，确实让人有点头疼。看着赫罗斯急得直冒冷汗，凯瑟琳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但他现在根本没得选，要是暗中资助的事情败露，那麻烦可就大了。毕竟篡位的皇帝和帝国派贵族一直都在死死盯着埃蒂乌斯，而站在帝国派最核心的，偏偏就是他们埃勒摩尔家族。要是让皇帝知道公爵继承人居然在资助前皇太子，这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只要露出一丁点马脚，多疑的皇帝绝对会查个底朝天，到时候连埃蒂乌斯也会被盯得更紧。就在这时，凯瑟琳突然记起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父亲留下的那些宝藏。凯瑟琳开口打听，这次拍卖行那边流亡名额到底卖了多少钱？赫罗斯翻着账本汇报，一共卖出去78个，总共到手310万灯。听到这个数字，凯瑟琳还算满意。这笔巨款要是放在以前，那是打一辈子工都挣不来的数目。不过这点钱还远远不够，毕竟后面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赫罗斯接着请示，这笔刚到手的利润是不是要继续投资到蒙特拉矿山？凯瑟琳当即拍板，不仅要投，还要把上次那个矿山后面的银矿也一并买下来。毕竟等革命一结束，他就要立刻跑路去国外流亡，手里没点硬通货怎么行？要知道，在原著小说里，埃蒂乌斯一旦夺回皇位，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帝国派贵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埃勒摩尔家族。真要落到那个地步，他可不想刚穿越过来就直接丢了小命，但光是害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家族被清算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他必须两手准备，一边暗中给埃蒂乌斯送钱投资，一边悄悄变卖家产准备跑路。说白了，他现在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在这场风暴里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凯瑟琳走在公爵府的走廊上，两旁站满了恭敬的女仆，但这些看似体面的雇员背后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除了管家赫罗斯之外，这里所有的仆人都欠着埃勒摩尔家族的高利贷，为了不被卖去当奴隶，他们只能选择留在这里做苦力。更过分的是，家族甚至还掌握着他们的人质名单，就是为了防着他们有二心，让他们一辈子都逃不掉。看着这些可怜人，凯瑟琳本想主动跟他们搭话，结果呢，大家一看到他走过来，全都吓得连头都不敢抬。凯瑟琳本想温柔一点，拉着女仆的手安慰她别害怕，结果对方吓得当场求饶，求大小姐放过他。这下凯瑟琳自己都懵了。后来他才从记忆里发现，原来原主每次对下属用敬语就是要动手打人的前兆，难怪大家怕他怕得要死。仅仅因为头发打结，原主就直接动手打人，这脾气简直坏透了。毕竟这里的仆人全都被债务绑架，被迫像奴隶一样干活，如果自己不赶紧想办法改变现状，迟早要跟着这个家族一起完蛋。只要能顺利逃走，大家就都能过上好日子了。这时候系统提示，革命进度已经过半，达到了51%。照这个速度下去，在革命彻底成功之前，他绝对能拿到庇护许可，而且他投资的矿山也赚了不少。凯瑟琳忍不住开始幻想，等革命成功以后，埃蒂乌斯戴上皇冠登基，那画面肯定比小说里写的还要帅。一想到这，他整个人都乐开了花。结果还没等他美完，管家赫罗斯突然走了进来，直接打断了他的幻想。赫罗斯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前几天向神殿提交的救济院申请，结果出来了，大祭司那边直接把我们的申请给驳回了。听到这个消息，凯瑟琳整个人都不好了。原来这个大祭司是保皇派，以前就跟他父母不对付，现在看公爵夫妇不在了，就剩凯瑟琳一个人，这是明摆着要处处针对他。这下可把凯瑟琳气坏了，他必须得见这个救济院，不然根本没办法名正言顺的给埃蒂送物资。看着自家大小姐气成这样，赫罗斯在旁边也是一脸担忧。赫罗斯主动认错，说自己会再去神殿申请。凯瑟琳直接打断他，说去了也是浪费时间。话一出口，凯瑟琳自己先反省了一下，她最近扮演恶女太入戏，刚才那语气确实有点太冲了，可不能做得太过火。结果一抬头，赫罗斯的反应却有些不对劲。这下轮到凯瑟琳纳闷了，他这到底是在想什么？赫罗斯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大小姐，您为什么一定要见救济院？”凯瑟琳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凯瑟琳心里直犯嘀咕，这管家平时明明挺听话的，今天怎么突然开始刨根问底了？赫罗斯赶紧搬出家规解释说，按照家族的财务规定，只要是大笔的资金支出，都必须详细记录用途。虽然这个理由推脱不掉，但凯瑟琳心里清楚，赫罗斯肯定是起疑心了。毕竟他总不能直接说自己只是想让埃蒂吃顿热饭吧。为了不暴露真实目的，凯瑟琳只能继续扮演恶女，当场发脾气，警告赫罗斯少管闲事，老老实实照办就行。虽然用身份压人最省事，但凯瑟琳心里也直犯嘀咕，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可为了能顺利把物资送出去，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演下去。只见他突然冷笑一声，反问赫罗斯：“你问这个难道是真的不知道吗？”为了掩人耳目，凯瑟琳随口编了个瞎话，声称建立救济院是为了洗钱，好把这笔巨款变成自己的私房钱。
他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其实早就急得不行。要是这个计划中途泡汤，可怜的 ID 就要继续挨饿，所以他必须让赫罗斯相信这个借口。不过眼下最棘手的麻烦还是申请被大祭司无情驳回，必须尽快想个万全之策。好在赫罗斯并没有起意，反而开始认真琢磨该怎么去说服那个难缠的大祭司。就在这时，凯瑟琳脑海中灵光一闪，她立刻叫住准备离开的赫罗斯，吩咐他去拿些干净的信纸过来。看他那副自信满满的模样，显然是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准备主动出击解决这个难题。凯瑟琳还在暗自盘算，觉得对付一个大祭司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画面突然一转，来到了革命军那阴暗潮湿的秘密基地，深邃的走廊里回荡着沉重的脚步声。囚犯听到动静，他猛地抬起头来，缓缓走上前来的正是埃蒂乌斯。他居高临下，冷冷地俯视着囚犯。埃蒂乌斯没有废话，直接厉声质问：“你到底把革命军的名册卖给谁了？”面对这冰冷的审判，囚犯的心理防线瞬间彻底崩溃，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大声求饶：“殿下求您开恩饶我一条狗命！”旁边的革命军同伴愤怒地戳穿他，指责他用同伴的鲜血换取金钱去享乐。埃蒂乌斯更是步步紧逼，冰冷的目光死死锁定着他，逼问他究竟把名册卖给了谁。在死亡的威胁下，囚犯终于扛不住，如实交代，承认自己把名册交给了埃勒摩尔公爵。听到这个名字，在场的革命军成员全都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帝国派的头号核心人物，要是那位老公爵还活在世上，革命军恐怕早就被彻底一网打尽了。囚犯还在声泪俱下的拼命狡辩，声称自己只是因为快饿死了才鬼迷心窍，哀求大家能再饶恕他这一次。但埃蒂乌斯脸上毫无波澜，只是用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他，因为背叛革命军的下场从来都只有死路一条。埃蒂乌斯根本没有丝毫留情的意思，面无表情的直接下达了处死叛徒的命令。画面突然猛烈摇晃，凯瑟琳尖叫着从豪华大床上惊醒过来，她大口喘着粗气，试图平复心跳，觉得刚才脑海中闪过的血腥画面实在是太诡异，也太真实了。难道这真的只是一场噩梦吗？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零碎的记忆：“你难道是想通过和我约会来捞取好处吗？”记忆画面中原主政的一洋洋的挑衅，质问埃蒂乌斯是不是想一辈子当个傀儡。然而他换来的只有埃蒂乌斯那充满鄙夷的冰冷眼神。凯瑟琳这下终于彻底想起来了，原主以前居然不知死活地跟埃蒂乌斯表白过，而且在遭到无情拒绝之后，他甚至还当场撒泼发疯，出言威胁对方是不是活腻了。这下所有的线索全都对上了，难怪那位皇子会如此厌恶自己。原主这种极端的单恋方式简直是灾难。正当凯瑟琳为此头疼不已的时候，紧闭的房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门外传来了赫罗斯恭敬的声音，询问是否可以进来伺候。凯瑟琳随口应了一声，让他进屋。看来府里的仆人们真是被原主吓破了胆，以至于现在连个传话的女仆都找不到。不过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他暗暗告诫自己必须赶紧打起精神，毕竟眼前还有一堆烂摊子等着处理。赫罗斯面带微笑地递过来一封精致的信件，说是菲利奥斯侯爵刚刚派人送来的。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凯瑟琳顿时觉得一阵头大，她这才后知后觉地想起来，原主被拒绝后居然还干过更离谱的蠢事。这个菲利奥斯是他名义上的未婚夫，其实是他那个贪婪的叔叔帕德尔蒙介绍的。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早就串通一气，正死死盯着他继承的庞大家产，想方设法要把他的钱财全部骗光。要不是自己穿越过来，能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看清局势，原主留下的那点家底迟早会被这两个贪得无厌的家伙骗个精光。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他才找了各种借口故意躲着菲利奥斯。可谁能想到，这个厚脸皮的家伙居然如此阴魂不散。赫罗斯看着自家大小姐满脸烦躁的神情，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询问要不要用身体尚未痊愈的借口直接把那个讨厌的家伙打发走。凯瑟琳听后冷笑了一声，表示自己躲着他可不是因为害怕，纯粹是嫌弃他太脏太让人心烦。说完便直接将那封信狠狠捏成了一团。既然这个狗皮膏药躲不过去，那就索性正面交锋彻底解决。凯瑟琳当即冷声吩咐赫罗斯立刻去准备马车，他要亲自出门去会会这个虚伪的家伙。这封信上所写的内容简直虚伪恶心到了极点。菲利奥斯在信中字字句句深情款款，声称自己担心未婚妻，担心的整夜无法入眠。可实际上这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此时正左拥右抱在外面快活的不得了。信里还假惺惺的邀请凯瑟琳前往他工作的办公室单独见面，甚至在字里行间隐隐威胁说，如果这次再敢拒绝他的邀请，他就要亲自登门拜访公爵府。这字里行间全都是肮脏的算计，根本就是吃准了原主以前对他的盲目迷恋。只可惜现在的凯瑟琳可不是以前那个好糊弄的傻姑娘了，既然对方不知死活主动挑衅，那就别怪他翻脸无情不客气了。他直接动身出发，准备去砸了这个渣男的场子。菲利奥斯大笑着张开双臂，故作热情地大声呼喊着亲爱的未婚妻。旁边两个衣衫不整的女人见势不妙，赶紧低着头灰溜溜地溜了出去。菲利奥斯顺势厚着脸皮凑了过来，嘴里还深情款款地念叨着自己有多想他。凯瑟琳看着眼前这一幕，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这种垃圾多碰他一下都嫌脏。还没等对方的脏手抱上来，他直接使出全力一把将人狠狠推开。
菲利奥斯被推得连退了好几步，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傻了眼，只能试探着小声叫着他的名字。凯瑟琳冷眼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心里简直无语到了极点。原主就算再怎么退而求其次，也不至于看上这种货色。菲利奥斯倒是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反而嬉皮笑脸的再次凑了过来，嬉笑着问他是不是在吃刚才那2个女人的醋，甚至还大言不惭的开始深情表白，声称那些庸俗女人只配读他写的烂诗，而高贵的凯瑟琳才是他唯一的灵感缪斯。这套漏洞百出的说辞简直可笑，可偏偏以前的原主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每次抓到他跟别的女人鬼混，只要他随便花言巧语哄上2句，原主就会傻乎乎的选择全部相信。明明每次都气得浑身发抖，却还要为了面子硬着头皮忍耐下去。说白了，原主不过是想找个替代品来转移自己对埃蒂乌斯那份求而不得的感情罢了。菲利奥斯见他面无表情，毫无反应，赶紧识趣的把话题扯回了正事上，声称这次特意等他是为了商量关于艺术品生意的大事。他嬉皮笑脸的向凯瑟琳伸手要钱，开口就是整整10万灯的赞助费。凯瑟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直接语气冰冷的当场拒绝。不仅如此，他还顺便丢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当场宣布要彻底解除2人的婚约。这话一出，菲利奥斯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傻了眼。他做梦也想不到，以前对自己百依百顺的未婚妻，今天居然会态度强硬的主动提出分手。其实凯瑟琳早就已经想通了，跟这种厚颜无耻的渣男继续纠缠，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在彻底离开公爵岭之前，他必须把这只吸血的害虫彻底清理干净。菲利奥斯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以为凯瑟琳只是在耍小脾气，他一边假装关心的出声询问，一边伸手想要强行去拉扯凯瑟琳。凯瑟琳毫不客气的直接甩开他的脏手，眼神冰冷的警告他废话少说。接着他一字一句神色严肃的重申，给我听好了，我说的是要解除婚约，彻底解除。菲利奥斯急忙追了出来，一把拽住凯瑟琳，气急败坏地质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凯瑟琳没有理他，这家伙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嬉皮笑脸的问他是不是在吃醋。接着他还倒打一耙，说只有丑女人才会死缠烂打。凯瑟琳直接被气笑了，冷笑着回怼过去，我只是单纯觉得你这张脸太丑，多看一眼都嫌脏。凯瑟琳直接把话挑明，说自己现在最讨厌丑八怪，拿他和艾迪相比简直就是苍蝇。他还故意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最近对丑男过敏，只要碰一下就浑身难受。菲利奥斯彻底被激怒，大吼着自己明明帅气逼人，凯瑟琳心里只剩下嫌弃。没想到这家伙不仅自恋，还是个妈宝男。菲利奥斯死活不肯放手，大吼着绝不同意解除婚约。被他碰到的一瞬间，凯瑟琳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凯瑟琳直接搬出帝国法律，为了人身安全解除婚约不需要对方同意。这番话彻底让菲利奥斯破防，他大骂凯瑟琳是恶毒的女人，抬起手就准备动手打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只强有力的手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菲利奥斯转头一看，瞬间傻眼，来人竟然是埃蒂乌斯。他冷冷地盯着菲利奥斯，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菲利奥斯瞬间气焰全无，结结巴巴的解释只是有点小分歧。埃蒂乌斯冷冷地反问，这就是你解决分歧的方式吗？凯瑟琳踩着步子走上前，在一旁冷笑着搭腔，只要是个要脸的人都会出手帮忙，不像某些人长得丑还是个烂人。菲利奥斯气得咬牙切齿，还没等他发作，手腕上就传来一阵剧痛，他惨叫着被直接甩了出去，只能灰溜溜的放狠话逃跑。看着菲利奥斯狼狈逃跑的背影，凯瑟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轻笑，转头一看，竟然是埃蒂乌斯在笑。可还没等他多看2眼，埃蒂乌斯就收起笑容，恢复了冷酷，冷冷的丢下一句：“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凯瑟琳心里直犯嘀咕，觉得他肯定是在讽刺自己说话毒舌。2人就这么站着，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这家伙怎么越凑越近了？埃蒂乌斯冷着脸解释，刚才出手可不是为了帮他。凯瑟琳表面上装得淡定，内心早就被他帅气的样子迷得不行。他顺着话头夸奖他向来正义，其实心里正犯嘀咕，自己可不想像原主那样整天冷嘲热讽。可埃蒂乌斯根本不领情，觉得他又在阴阳怪气。话不投机半句多，凯瑟琳找了个借口直接转身离开。其实他心里1万个不想走，但表面上还得装作淡定。马车里，凯瑟琳表面上看着挺淡定，其实脑子里早就放起了烟花。男神刚才居然主动跟他说话了，这简直跟中了大奖没两样。回想起刚才埃蒂乌斯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他心里其实有1万句表白憋着，可话到嘴边却只硬邦邦的挤出没有2个字。虽然那些肉麻的话没能说出口，但能亲眼见到男神他已经很满足了。凯瑟琳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居然把对埃蒂乌斯的爱称直接当面喊了出来，难怪当时对方看他的眼神那么嫌弃。就在他抓狂的时候，管家赫罗斯走了进来，关切地问起退婚的事情。凯瑟琳倒是一脸无所谓，轻描淡写的表示已经退婚了。这话一出，赫罗斯整个人都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凯瑟琳接着解释，要是真把这种渣男带进家门，家里的财产迟早被他败光。凯瑟琳本以为管家会多问，谁知赫罗斯话锋一转，居然说自己其实高兴得不得了。在他眼里，菲利奥斯根本配不上大小姐，像大小姐这样强势的女人，就该找个听话顺从的。看着赫罗斯红着脸温顺的模样，凯瑟琳整个人都傻了，这小子该不会是暗恋自己吧？还没等他
琢磨明白，另一边的菲利奥斯已经彻底炸锅。他看着手里的报纸气得发抖，上面赫然写着他是世纪大骗子，连他跟别人鬼混的照片都被登了出来。报纸上的独家爆料把菲利奥斯的破事全抖了出来，这下他的名声是彻底烂透了。看着满天飞的丑闻，菲利奥斯在房间里气得直跳脚，把这笔账全算在了凯瑟琳头上。而此时的凯瑟琳正为自己的杰作得意的大笑，这波反击简直是大快人心。凯瑟琳看着报纸上菲利奥斯的丑照，忍不住笑出了声。一旁的赫罗斯更是疯狂鼓掌，直夸自家大小姐手段高明。凯瑟琳却表现得十分淡定，对她来说，这不过是降维打击，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把对手彻底玩弄于股掌之间。紧接着，赫罗斯又带来一个好消息，救济院的批文已经顺利拿到，这全靠凯瑟琳之前寄出的那封信。其实他根本没费什么力气，只是在信里顺口提了一句自己掌握了大祭司有私生子的秘密，对方就吓得立刻乖乖妥协。这种掌控全局的爽快感让凯瑟琳心情大好，看来在这个世界当个恶女办事效率反而高得惊人。看着大小姐如此轻易的解决难题，赫罗斯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尤其是他买断全城报纸的骚操作，更是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看着赫罗斯满脸崇拜的模样，凯瑟琳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虽然被夸成是合格的继承人，但她总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反派。不过这次能顺利解决危机，也多亏了赫罗斯整晚在报社奔波。这小子激动之下，甚至宣誓要像忠犬一样为他效力，忠诚度瞬间拉满。虽然暂时甩掉了菲利奥斯这个麻烦，但凯瑟琳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对手是把渣男介绍给他的叔叔帕德尔蒙。在原本的剧情线里，这家伙为了支持埃蒂乌斯，正用尽手段企图夺走他的继承权。看来两人的正面交锋已经是避无可避了。想要对付老谋深算的帕德尔蒙，可不像收拾菲利奥斯那么简单。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把这个绊脚石踩在脚下。就在他思索对策时，女仆送来了一件崭新的高定礼服。看着这件华丽的有些过分的礼服，凯瑟琳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算算时间，皇宫的盛大舞会马上就要开幕，这也就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再次见到埃蒂乌斯了。此时的凯瑟琳还在盘算救济院的事，心里美滋滋地计划着如何能尽快帮上埃蒂乌斯的忙。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庄严的皇宫大殿里，菲利奥斯已经恶人先告状，找上了皇帝德乌斯。这个卑鄙的小人为了报复，竟一口咬定凯瑟琳正与埃蒂乌斯联手，企图密谋造反。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德乌斯脸上露出一抹冷笑。虽然凯瑟琳的父亲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送上门来的棋子不用白不用。他居高临下的盯着菲利奥斯，冷冷地质问：“你的证据在哪里？”菲利奥斯信誓旦旦地保证，凯瑟琳今晚会在舞会上把密谋的证据亲手交给埃蒂乌斯，只要当场截获，那就是人赃并获。他还得意洋洋地邀功，声称自己早就把一切调查得清清楚楚。然而皇帝德乌斯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冷冷地给出了承诺，如果消息属实，自然少不了他的好处，但要是敢有一句假话，他的父母就要跟着一起陪葬。听到这话，菲利奥斯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但他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硬着头皮保证自己绝对不敢撒谎，也绝不会让陛下失望。转眼间，皇宫舞会正式拉开帷幕，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早就聚满了贵族，众人都在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就在这时，伴随着清脆的脚步声，凯瑟琳身着华服惊艳登场。凯瑟琳刚一踏入舞会现场，就敏锐地察觉到气氛有些诡异。她放眼望去，大厅里站着的不少贵族，居然全是被原主折磨过的受害者，有求爱被当众扇巴掌的，还有被整得摔倒流鼻血的。看着这满屋子的债主，凯瑟琳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实在想不通，原主以前的性格怎么会如此恶劣。就在她感到头疼不已时，周围投来的视线也变得越来越不友善，有人在暗中咬牙切齿地盯着她。还没等她多想，门口突然传来侍从高亢的宣告：皇帝德乌斯驾到！大厅里的贵族们纷纷弯腰行礼。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在众人的瞩目中威严登场，这也让舞会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压抑和紧张。皇帝德乌斯站在高台上虚伪的致辞，庆祝自己登基15周年。但在台下的凯瑟琳眼里，这家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当年正是他用卑劣的手段抢走了年仅5岁的埃蒂乌斯的继承权。德乌斯还假惺惺地向众人介绍自己的侄子，可看看埃蒂乌斯身边戒备森严的士兵，这分明就是把人当成犯人一样监视。凯瑟琳在心里默默为埃蒂乌斯打气，感叹他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都如此正直高傲。可看着看着，他脑海中突然闪过原主以前纠缠他的尴尬记忆，整个人瞬间又开始抓狂起来。随着德乌斯举起酒杯，大声宣布宴会正式开始，底下的贵族们赶紧跟着随声附和，齐声高呼着皇帝万岁。这种虚伪的应酬场面可把凯瑟琳累得够呛，感觉自己的脸都要笑僵了。但他没有任何办法，周围全都是保皇派的眼线，现在还不是和他们撕破脸的时候。他只想赶紧找个无人的角落躲清静，这种虚伪的社交简直就是折磨。然而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直接叫住了他的名字。凯瑟琳惊愕地回头一看，走过来的居然是皇帝德乌斯本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凯瑟琳彻底懵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怎么会主动找上他？他赶紧行礼打招呼，毕竟眼前这位可是皇帝。德乌斯端着酒杯，笑得一脸和蔼，直夸他长成大姑娘了，还假惺惺的
表示在他父母去世后，自己应该早点去探望才对。凯瑟琳嘴上只能跟着客套，说自己应该先去请安才对。这虚伪的社交辞令真是让人浑身不舒服。德乌斯一脸和蔼地表示，他刚失去双亲，不该承受这么多。凯瑟琳只能客气地道谢，但他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友好？德乌斯接着开始套近乎，说他父亲生前忠心耿耿，是他唯一的挚友，还希望凯瑟琳能继承父亲的遗志。凯瑟琳还没来得及反应，德乌斯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他笑着问有没有看过他父亲留下的文件。这句话一出，凯瑟琳整个人都警惕起来，原来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他是冲着那份革命军名单来的。凯瑟琳心里很清楚，一旦让德乌斯拿到名单，埃蒂乌斯就彻底没命了，所以他必须立刻撒谎。凯瑟琳一脸歉意地表示，父亲留下的那些文件早就被一把火烧光了。德乌斯一听，脸色顿时沉了下去，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凯瑟琳继续编瞎话，说葬礼后书房意外失火，自己当时光顾着伤心，根本没顾上那些文件。这一招死无对证，直接把德乌斯的路给堵死了。看着德乌斯怀疑的眼神，凯瑟琳只能继续装可怜请罪。其实那些文件就是凯瑟琳亲手烧掉的，她赌的就是德乌斯不会在一个刚失去双亲的孤女面前表现得太不近人情。德乌斯叹了口气，安慰她别太难过，还大度的让她抬起头来，甚至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让她好好享受今晚的舞会。等德乌斯一转身离开，凯瑟琳这才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她以前的工作经验，想得足够周全。因为当时失火，她可是特意叫了消防队，有了官方的出警记录，这下德乌斯就算怀疑，也只能选择相信他了。在原本的剧情里，埃蒂乌斯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拿那份名单，刚才自己和皇帝的对话，他大概全都听到了，正琢磨着呢，一抬头就碰上了埃蒂乌斯的目光。不过他什么都没说，直接转身走开了。这样也好，至少他不用再为名单去冒险了。只是这种事也没法当面去问。算算时间，赫罗斯应该已经把东西送过去了，但愿他能顺利收下。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直接叫住了他。叫住凯瑟琳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堂妹露西亚。这家伙一开口就没好话，冷嘲热讽地质问凯瑟琳怎么把家里的财产器具全给烧了。凯瑟琳回头一看，果然是他。这个露西亚是叔叔帕德尔蒙的私生女，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露西亚得意洋洋地表示，当初要是听他父亲的话，把家产交出来，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接着露西亚又拿未婚夫的事戳痛处，劝凯瑟琳赶紧清醒清醒，省得以后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旁边的跟班也跟着起哄。看着露西亚这富小人得志的嘴脸，凯瑟琳心里只觉得好笑。以前原主的事的时候，这堂妹可没少在屁股后面巴结，现在看她落难了，立马就换了一副面孔来踩一脚。这种两面三刀的绿茶手段，凯瑟琳前世见得多了。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一旦你出了事，第一个落井下石的就是他们。想用这种招数来对付他，真是打错了算盘。凯瑟琳微微一笑，对露西亚说，你不用替我担心，其实火灾里还是抢救出了一些文件的。露西亚一下子愣住了，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吗？凯瑟琳笑得更灿烂了，是啊，比如你父亲写的借条，我真没想到叔叔欠了我们家这么多钱，正好你提醒了我，我过几天就让人把催款单送过去。露西亚这下彻底慌了，急得大喊，凯瑟琳！可凯瑟琳还没打算放过他，又慢悠悠地补了一刀，说里面好像还有关于他母亲的文件。露西亚吓得当场尖叫起来，在后面拼命喊着让凯瑟琳等等，可凯瑟琳根本不理他，直接转身走了。对付这种只知道跟风踩地爬高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当众揭他们的底，让他们彻底下不来台。凯瑟琳冷冷地丢下一句警告，让露西亚少来惹他。这下露西亚彻底被吓破了胆，只能在跟班的搀扶下直打哆嗦。夜色渐深，喧嚣的舞会外，埃蒂乌斯正准备乘车离开，他回头望向那座宏伟的城堡，那些曾经失去的以及必须亲手夺回的一切，全都在这个地方了。他本来只是想回马车拿个东西，结果一拉开车门，里面居然塞满了来历不明的信件。埃蒂乌斯随手拿起一封，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到底是谁放进来的？菲利奥斯被守卫强行压了进来，直接摔在了皇帝德乌斯面前。他原本还心存一丝幻想，以为凯瑟琳给埃蒂乌斯送去的是一笔能招兵买马的巨额资金，结果德乌斯冷笑一声，直接把一张纸甩在了他脸上，让他自己好好看看。菲利奥斯拿下来一瞧，整个人都懵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资金的账单，居然只是一张救济所免费领物资的宣传单。菲利奥斯翻来覆去的看那张传单，背面也什么都没有，这下他彻底傻眼了。旁边的人证实，凯瑟琳送上马车的确实就是这个。菲利奥斯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那个女人给耍了。他急忙向德乌斯解释，说自己的情报绝对没问题，凯瑟琳肯定送了别的重要东西。德乌斯看着手里的传单，脑子里全是凯瑟琳的身影。之前这丫头还装得楚楚可怜，说家里的文件全被烧光了，没想到她胆子这么大，连皇子都敢当猴耍，这反而勾起了德乌斯的兴趣。他倒要看看这女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至于办事不力的菲利奥斯，德乌斯可没耐心听他解释，直接下令把人关进地牢。菲利奥斯还在拼命求饶，大喊着这绝对是个误会，可根本没人理会他的哀求，他就这样被守卫强行拖了下去。城堡外，菲利奥斯还在挣扎着大喊大叫，而这一幕全被旁边的凯瑟琳看在眼里。看着他这副狼狈样，凯瑟琳心里冷笑，果然不出所料，真是个白痴。事情办妥了，凯瑟琳也准备坐车离开。赫罗斯走上前轻轻扶住他，赫罗斯笑着问，您看起来心情很好，小姐。凯瑟琳笑着对赫罗斯说，这出好戏
他可是期待已久了。接着他特意叮嘱，别忘了去赏那个假装被收买的仆人。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好的局，他早就料到菲利奥斯会狗急跳墙，所以故意让人放出假消息，就等着对方主动咬钩。赫罗斯恭敬的应下，这下菲利奥斯是彻底翻不了身了。就在凯瑟琳准备上车时，脚下却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他低头一看，居然是没发完的救济所传单。看着手里的传单，他不禁有些犯嘀咕，不知道埃蒂乌斯收到这东西时会不会直接气炸了。毕竟这可是他为了能名正言顺给他送去食物和物资特意编出来的借口。凯瑟琳心里直打鼓，就怕埃蒂乌斯因为这事讨厌他。不过转念一想，他又忍不住笑出了声。毕竟那男人就算生气也帅得不像话，那身材和长相放在现代绝对能靠脸吃饭。这还没分开多久呢，他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见面了。一转眼几天过去了，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新的麻烦很快就找上了门。画面切回凯瑟琳这边，她正坐在书房里看报纸，报纸上的消息让她直接乐开了花。之前投资的矿山项目居然大获成功，这下可真是赚翻了。看着手里的报纸，凯瑟琳兴奋的根本坐不住，一旁的赫罗斯看得直发愣，这还是平时那个冷静的小姐吗？发现自己有点失态，凯瑟琳赶紧咳嗽2声装正经，接着往下看。报纸上还写着蒙特拉大公要特意感谢这位匿名投资人，这下不仅赚了钱，还顺便送了对方一个天大的人情，这笔买卖简直太划算了。凯瑟琳心里美滋滋的，毕竟谁会嫌钱多呢？她早就通过小说剧情得知蒙特拉公国藏着巨大的矿脉，只要现在投钱，以后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有了这笔巨款，就算以后革命爆发，她也有足够的底气去那里避难了。这穿越者的红利总算是让她给吃到了。不过高兴归高兴，冷静下来一想，这事情是不是顺利的有些过头了？正琢磨着呢，他突然注意到旁边的女仆神色似乎有些不太对劲，难道是自己刚才说话太大声被对方听到了？凯瑟琳突然想起来，原主以前可没少折磨下人，难怪这女仆会吓成这样。可仔细一瞧，这女仆的状态也太惨了，黑眼圈重的吓人，手上全是伤痕，衣服也破破烂烂的，这哪里是雇来的女仆，简直就像个奴隶。要是就这么不管，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可要是直接帮忙，又容易崩了恶女的人设，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两全其美呢？很快他就有了主意。凯瑟琳把管家赫罗斯叫了过来，故意挑剔的表示自己这双眼睛可容不下任何丑陋的东西。赫罗斯立刻心领神会，恭敬的表示小姐的眼光向来是最好的。凯瑟琳一拍桌子，直接开始借题发挥，质问他怎么能让女仆阿格尼斯穿得像个叫花子一样。这突如其来的发难把旁边的女仆吓得够呛，还没等女仆反应过来，凯瑟琳就冷哼一声，命令管家立刻去准备给阿格尼斯换上最上等的好衣服。这下不仅女仆懵了，连赫罗斯都愣了一下。女仆怎么也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居然能叫出自己的名字，而凯瑟琳心里正美滋滋的，觉得自己这波恶女演技简直可以拿满分。前世作为社畜的凯瑟琳深知加班熬夜的痛苦，如今看到府里的仆人受苦，她实在无法做事。不管，凯瑟琳直接下达命令，让阿格尼斯和赫罗斯立刻召集所有的仆人。她当场霸气宣布，不仅要给所有人换新衣服，伙食标准也必须立刻翻倍。她绝不允许自己手下的人再饿得皮包骨头。除了管饱，凯瑟琳还宣布了新规，以后大家直接做5休2，工作时间也要大幅缩短。赫罗斯有些迟疑的提醒，这样会打破贵族圈的默契。凯瑟琳却冷笑反问，那又怎么样？这里可是埃勒摩尔，规矩只能由我说了算。赫罗斯不再多言，带着女仆恭敬的退下。他意识到这位大小姐是要彻底整顿家风了。女仆阿格尼斯愣在原地，她不敢相信恶女大小姐竟然会为他们做到这一步。等所有人退下之后，凯瑟琳毫无形象地瘫倒在椅背上，她暗自松了一口气。刚才的恶女演技应该没有穿帮，但她心里非常清楚，光是收买人心还远远不够，她必须尽快培养出亲信。尤其是露西亚在宴会上的试探，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更危险的是，效忠皇帝的帕德尔蒙恐怕很快就要对他动手了。想要牵制住强敌埃蒂乌斯，最好的办法是联手新皇帝。可偏偏凯瑟琳的父亲是旧皇派的得力助手，这导致新皇派根本不可能信任他。一旦他主动接触新皇派，消息就会立刻泄露，到时候不仅是帕德尔蒙，连皇帝德乌斯都会盯上他，那将是万劫不复的死路。凯瑟琳无奈地叹了口气，要是能毫无顾虑的直接去支持埃蒂乌斯就好了。想在权力斗争中活下来，就必须寻找第三方帮手。凯瑟琳在翻看报纸时，一张悬赏令引起了他的注意。与此同时，赫罗斯将命令传达了下去。当仆人们得知大小姐给所有人准备了新衣服，整个府邸瞬间炸开了锅。女仆们凑在一起小声议论，不仅工时缩短了，连工钱都一分不少。大小姐简直像变了个人。路过的赫罗斯听到这些，默默转身回到了房间。推开门，桌上放着一套崭新的制服，旁边还附带了一张卡片，这显然是凯瑟琳特意准备的。在他的记忆中，以前的凯瑟琳傲慢刻薄，可自从那场葬礼之后，他就像是彻底换了灵魂。尤其是那场突发的大火中，他没有独自逃命，反而声嘶力竭地命令他先救仆人。当时火势已经失控，赫罗斯却冷酷地表示，机密文件比仆人的命更重要，他做事要自己冲进火海。还没等赫罗斯反应过来，他抬手就是狠狠一巴掌，这一巴掌直接把赫罗斯打懵了。凯瑟琳死死揪住他的衣领，怒吼：“你这个白痴，人命可比文件重要多了！”火海中揪领子救人的那一幕，彻底颠覆了赫罗斯的认知。从那天起，只要想起大小姐，他的心率
就会彻底失控。那一巴掌的火辣触感，至今让他记忆犹新。他甚至在内心深处期盼，要是大小姐能对他更粗暴一点就好了。转眼到了救济所活动当天，露西亚带着跟班早早赶来，一开口就是冷嘲热讽，笃定凯瑟琳这次会出金洋相。旁边的跟班也跟着附和，笑话凯瑟琳根本不懂社交界的规矩。露西亚更是得意地表示，等报纸上的负面报道一出来，这女人就知道厉害了。然而还没等他们高兴太久，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冰冷的声音。凯瑟琳冷笑着缓缓走来，当场询问身旁的赫罗斯，接下来该怎么教训这些只会嚼舌根的废物。听到这番挑衅，露西亚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她只能咬牙切齿地暗骂。而凯瑟琳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反而露出了更加灿烂的笑容。毕竟这群跳梁小丑除了在背后嚼舌根，根本翻不出什么风浪。凯瑟琳当众毫不留情地开队，直言对方是在恶意诽谤善人，简直粗俗到了极点。他甚至当场冷嘲热讽起来，说某些人身上散发的酸臭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凯瑟琳索性把话彻底挑明，质问露西亚敢不敢当众承认，他就是想毁掉这里的孤儿院，好把无辜的平民全部赶走。此话一出，人群顿时议论纷纷，大家纷纷对露西亚指指点点。眼看舆论风向彻底反转，自己成了众人唾弃的靶子，露西亚只能带着跟班灰溜溜逃走。丢尽脸面的露西亚狼狈离去，凯瑟琳看着他的背影冷笑，就这点手段也敢来挑衅，简直就是个跳梁小丑。不过露西亚绝不会善罢甘休，这笔账迟早还要算清楚。随后孤儿院的开幕仪式正式开始，看着台下座无虚席的场景，一切都在按计划顺利推进。可就在这时，台下却出现了两个身披深色斗篷的男人，他们正默默注视着台上的一举一动。原来革命军的人也混在人群中。好在致辞顺利结束，物资也全部发放完毕，凯瑟琳总算能松一口气。刚才在台上发言时，她其实紧张的手心出汗，不过有了这批物资支持，革命军接下来的日子应该会好过不少。为了确认具体情况，凯瑟琳直接拉出了系统面板，准备仔细查看一番。虽然整体物资依然有些紧缺，但囤积的粮食或药品足够支撑他们度过1个月，这波准备总算没有白费。可看着面板上的数据，凯瑟琳却忍不住皱起眉头，因为埃蒂乌斯的血量居然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凯瑟琳一边喝茶一边思索，那家伙现在虚弱，肯定是因为挨饿，只要后续营养能跟上，恢复健康也就是时间问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管家在门外恭敬地汇报说，大小姐等候的客人已经到了。在这个时间点主动登门，凯瑟琳心里立刻有了数，她微微一笑，示意管家带人进来。房门推开，几个身穿深色斗篷、戴着面具的神秘人缓缓走进了房间。凯瑟琳看着他们，主动开口：“看来你们终究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这帮人可绝非什么善类，他们是被称为拾荒者的庞大地下组织，专门在暗中倒卖各种机密情报以及见不得光的危险违禁品。这个组织的头领名叫杰弗里，在原著小说的剧情里，他正是埃蒂乌斯主动联系的合作对象。当时革命刚刚成功，为了彻底清除前朝的余孽，埃蒂乌斯不得不选择与他联手。但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交换情报的代价，杰弗里竟然索要埃蒂乌斯的佐费。因为在杰弗里看来，一个过于强大的统治者对拾荒者而言是巨大的威胁。即便交易条件如此苛刻，埃蒂乌斯最后还是咬牙答应了。虽然他成功稳住了局势，但失去佐费的代价实在太惨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就是这个叫杰弗里的男人，最终把埃蒂乌斯推向了死亡深渊。作为一个读者，凯瑟琳其实非常讨厌他，但要论案中合作的效率，没人比他更合适。可问题在于，关于这个神秘的杰弗里，外界只知道他拥有一双棕色眼睛。如果能抢在埃蒂乌斯之前，先一步与杰弗里达成合作，或许就能改写那个悲惨的结局。可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看着眼前这几个戴着面具的家伙，凯瑟琳心里很清楚，想要直接见到幕后正主，恐怕没那么容易。领头的男人主动自我介绍，说自己叫凯恩，是拾荒者行动小队的队长。听说大小姐有事要找他们合作，为什么偏偏要找他们合作？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就对凯瑟琳充满了怀疑。毕竟拾荒者的藏身处极其隐秘，他们根本想不通这个大小姐是怎么知道地址的，甚至连怎么送邀请函都一清二楚。面对这帮人的警惕与戒备，凯瑟琳却显得非常淡定。要不是因为好奇，你们又怎么会亲自跑到公爵府来？不过凯瑟琳心里也在犯嘀咕，她本以为对方只会给个联络地址，没想到这帮人居然直接找上门来了。他决定不再兜圈子，直接开门见山谈正事。凯瑟琳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他需要一股绝对不会被帕德尔蒙收买的势力，而这帮拾荒者就是最好的选择。听到这话，凯恩冷笑一声反问：“你就这么肯定我们买不通？”凯瑟琳微微一笑，直接抛出了手里的致命筹码，因为帕德尔蒙一直在暗中使绊子，砸你们拾荒者的饭碗。这下凯恩顿时哑口无言，毕竟他们暗地里经营的那些贵族赌场早就被帕德尔蒙给盯上了，对方正想方设法要抢走这块肥肉。凯瑟琳直接点破真相，帕德尔蒙一直在找各种借口打压拾荒者的产业，就是为了逼迫你们低头，而他自己也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叔叔抢走属于他的公爵遗产。一旦让帕德尔蒙的势力继续壮大，对拾荒者来说也绝对是一场灭顶之灾。既然大家有着共同的敌人，那还有什么理由不联手呢？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凯瑟琳叫来了管家赫罗斯。赫罗斯抱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直接放在了桌上，看着对方疑惑的反应，凯瑟琳微微一笑，表示这是给3位准备的见面礼。
看着桌上沉甸甸的金币袋子，这帮人一下子沉默了。凯恩倒也十分爽快，直言跟工会做生意，与其谈什么虚无缥缈的信任，不如直接拿钱说话。既然诚意已经给够了，他们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当场就答应了这次合作。凯恩主动开口询问，接下来需要他们做什么？凯瑟琳微微一笑，看来接下来的计划可有的他们忙了。曾经的埃蒂乌斯只是个无忧无虑的皇子，但平静很快被彻底粉碎。随着老皇帝驾崩，年幼的他被直接推上风口浪尖。葬礼上，旁人虚伪的劝他坚强，只有黑纱遮面的女人满眼担忧，警告他无数双眼睛正盯着王位。失去庇护的幼狼，注定要独自面对吃人的饿狼。看着皇家花园里盛开的花朵，埃蒂乌斯心中一片迷茫。这冰冷的王位真的属于他吗？就在他出神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异动，转过头，出现的竟然是埃勒摩尔公爵。这个节骨眼上，仇敌为何会突然现身？公爵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语气冰冷，充满威胁。老实低着头，别乱动，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年幼的埃蒂乌斯满脸惊恐，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远处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起火了！冲天的烈焰瞬间将四周吞没。看着眼前熊熊燃烧的烈火，埃蒂乌斯整个人彻底崩溃，因为他的母亲还在那栋宫殿里。他发疯般的想要冲过去救人，却被身后的公爵死死按住。看着公爵那冷酷无情的脸，埃蒂乌斯绝望的嘶吼：“放开我！我母亲还在里面！放开我！”任凭埃蒂乌斯如何挣扎怒吼，也无法挣脱那只如铁钳般的手。轰然声中，整座宫殿在大火中塌陷，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被吞噬。转眼多年过去，当年的男孩已经长大成人，但那场烈火留下的烙印早已刻进骨髓。如今的埃蒂乌斯走在街头，眼底只剩深不见底的冰冷。当年联手夺走他一切的，正是埃勒摩尔公爵。可讽刺的是，如今暗中资助革命军的，偏偏是仇人的公爵府，靠着仇人的救济粮苟延残喘，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海中却浮现出那个女人的身影。凯瑟琳，她到底在玩什么把戏？埃蒂乌斯咬了一口手里的面包，醇厚的黄油香气让他眉头紧锁。给穷人的救济粮居然用料如此奢侈，这实在太反常了。在他的记忆里，凯瑟琳是个会给灾民发霉面包的恶毒女人。这时旁边传来孩童的嬉笑声，他们正模仿着凯瑟琳高傲的姿态。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怎么突然成了平民口中的大善人？听着孩子们对凯瑟琳的赞美，埃蒂乌斯看着面包陷入沉思。以前他以为凯瑟琳性格古怪，才会被贵族圈子排挤，没想到她竟然会为了平民去得罪贵族。这个女人确实和传闻中不一样了。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埃蒂乌斯不得不承认，她似乎真的变了。但她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脑海中不断闪过凯瑟琳的身影，埃蒂乌斯自嘲地笑了笑。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复仇大业容不得半点马虎。就在这时，手下神色慌张地前来报告，政府军那边有了新动向。还没等他部署计划，城外突然传来紧急情报，一辆马车被神秘杀手死死拦下。通往公爵岭的荒凉山路上，几名手持钢刀的黑衣人杀气腾腾，将马车死死围住。车厢内的凯瑟琳瞬间警觉，荒郊野外突遭伏击，对方显然是冲着他的命来的。这群刺客直接把马车围得水泄不通，领头的男人瞬间拔出武器，车里的凯瑟琳却一点没慌，他一眼就认出这些人是帕德尔蒙的私兵，连代表身份的徽章都懒得摘，这是铁了心要在这里解决他。可就在刺客准备动手的一瞬间，斜刺里突然杀出另一拨人马，直接把这群私兵给拦了下来。原来凯瑟琳早就防着这一手，提前雇好了顶尖帮手，外面已经彻底打成了一团。刺客头领怎么也没想到，对方居然早有防备，这下局势彻底反转了。车厢里，凯瑟琳却异常冷静，她转头问身边的管家赫罗斯：“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赫罗斯立刻地上了武器，虽然他心里直犯嘀咕，自家大小姐什么时候学会用弓箭了？但现在可不是多问的时候。凯瑟琳接过弓箭，她当然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用弓，不过现在她可没什么好怕的。在赫罗斯的掩护下，凯瑟琳直接走出了马车，这回她要亲自解决这帮家伙。眼看凯瑟琳往森林里跑，刺客急得大喊：“绝对不能让她跑了！”不过这次凯瑟琳可不是孤军奋战，有赫罗斯在身边护航，她早就把退路算得死死的。就算刺客在后面紧追不舍，她也一点没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在她的计划之中。既然对方非要赶尽杀绝，那她也没必要再客气了。凯瑟琳直接拉开长弓，这回她要让这帮家伙有来无回。其实，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她曾是一名备受瞩目的射箭运动员，原本有着大好的前途。可命运偏偏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医生的话更是直接判了死刑，他再也拿不起心爱的弓箭了。罪魁祸首虽然得到了惩罚，但他的人生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为了活下去，他只能被迫放弃一切，重新开始，比别人花更多的努力去读书。最后进了一所普通的大学，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虽说日子平淡，但好歹还能过得下去。可谁能想到上司突然向他表白了？这一拒绝，他的职场生活彻底变成了噩梦。不仅被同事孤立，连工作也不给他安排，上司甚至还动手动脚，暗示只要顺从他，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唯一能给他一丝安慰的，就只有手机里的故事了。在那个最难熬的时候，是故事里的那个主角给了他撑下去的勇气。看着
那个角色一次次在逆境中死磕，他也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就这么认输。虽然当时只有他孤身一人，但他还是咬着牙收集证据，把那个恶劣的上司彻底送了进去。那是他第一次明白，自己其实有反抗的权利。而在这个新世界里，同样有帕德尔蒙和露西亚这种人，总觉得能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专门挑人最弱的时候落井下石。但这些手段他早就已经见识过了，这一次他绝对不会再退缩半步。面对冲上来的刺客，他冷静地拉开了弓弦。旁边的管家赫罗斯急得大喊：“大小姐危险！”想要他束手就擒，简直是做梦。带头的刺客大声命令手下：“别让他跑了！”树上的凯瑟琳已经拉满了弓，居高临下的盯着下方的动静。树下的刺客还在四处搜寻，嘴里还抱怨着人跟丢了。就在他毫无防备的这一刻，破空声唰的一下响起，这一箭直接命中了目标，男人应声倒地，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凯瑟琳这才松了一口气，幸好提前在箭头上涂了麻痹毒药。看着到地不起的刺客，凯瑟琳决定留他一条活命，必须得从他嘴里撬出点有用的情报来。他必须查清楚帕德尔蒙到底在密谋什么。赫罗斯以为他只是在躲避危险，但他可没打算当缩头乌龟。他叮嘱赫罗斯留在原地，自己要去彻底解决那些刺客。想要他命的人，一个也别想轻易放过。说起来也奇怪，这明明是他第一次动手伤人，可他不仅没有一丝害怕，反而冷静的不像话，甚至连感官都变得更敏锐了。这具属于恶女凯瑟琳的身体，就像是在主动配合他一样。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里突然传来动静，难道说对方还有同伙？本以为是刺客的同伙追了上来，凯瑟琳立刻戒备起来。可等看清来人的模样，他却直接愣住了。埃蒂乌斯，埃蒂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看着突然出现的埃蒂乌斯，凯瑟琳心里也直打鼓。难道说已经有人把遇袭的消息传回去了？凯瑟琳连忙行礼，称呼他为殿下。可他心里却直犯嘀咕：这位皇子殿下怎么会亲自跑到这种地方来？虽然心里疑惑，他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打招呼，说能见到殿下是他的荣幸。可话还没说完，他就注意到了不对劲，埃蒂乌斯的脸上居然多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这下他可顾不上什么礼仪了，直接气得当场炸毛，愤怒的大喊：是哪个王八蛋把你弄成这样的？看着埃蒂乌斯脸上的伤口，凯瑟琳心疼的直咬牙，这要是留下疤痕可怎么办？他下意识掏出魔法药膏，想要帮他处理伤口，可药还没涂上去，凯瑟琳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关心他了？迎上埃蒂乌斯那冰冷的眼神，他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为了掩饰尴尬，他赶紧缩回手，没好气的表示，反正这事和自己毫无关系。这句欲盖弥彰的话，直接让气氛降到了冰点。埃蒂乌斯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冷声质问他又在耍什么花招。凯瑟琳心里彻底慌了，要是被他看出破绽，就全完了。他强装镇定，换上嘲讽的语气：既然殿下能伤成这样，看来对手的本事还不小啊。虽然嘴上毫不留情，但他心里却在暗暗叫苦。为了隐藏身份，只能用这种方式说话。看着埃蒂乌斯慢慢松开手，凯瑟琳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同样七上八下，生怕从他眼里看到厌恶的眼神。面对埃蒂乌斯冷冰冰的警告，凯瑟琳心里一阵刺痛。当听到埃蒂乌斯准备把刺客全部押送官府时，凯瑟琳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她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表示这些人她要亲自带回去审问。既然对方是冲着他来的，按照帝国法律，他有权亲自查个水落石出。这一次他绝不打算再退让。看着态度坚决的凯瑟琳，埃蒂乌斯最终还是妥协了。还没等凯瑟琳松口气，身后就传来熟悉的声音。管家赫罗斯急匆匆赶来，手里还像拖死狗一样拖着被麻痹的刺客。看到管家安然无恙，凯瑟琳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如今人证物证俱在，接下来的审问可就有的瞧了。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男人，赫罗斯立刻警惕地握紧武器。眼看气氛不对，凯瑟琳赶紧在一旁打圆场，解释这位是特意赶来帮忙的皇子殿下。得知对方的身份后，赫罗斯立刻恭敬的行礼，但埃蒂乌斯显然没心思寒暄，冷冷丢下一句告辞，便转身离开，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望着埃蒂乌斯离去的背影，凯瑟琳心里还在担心他的伤口。收回思绪后，赫罗斯指着地上昏迷的刺客询问：大小姐，这人是您解决的吗？凯瑟琳有些得意的扬起下巴，谁让他不长眼敢对我动手？听到这话，赫罗斯眼里满是崇拜，连声夸赞自家大小姐实力非凡。虽然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但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把这个刺客带回去严加审问。听着赫罗斯对他剑术的夸赞，凯瑟琳表面上有些羞涩，内心却暗暗敲响了警钟，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这个管家似乎也隐藏了真正的实力，看来回去后得好好调查一下他了。与此同时，周围的随从们也在私下议论纷纷，谁能想到平日里娇弱的大小姐拉弓射箭的架势，竟然像个身经百战的顶级弓手？大家对她的看法瞬间彻底改观。另一边赶路的队伍中，随从看着埃蒂乌斯脸上的伤口，忍不住低声询问殿下是否受伤。埃蒂乌斯微微一愣，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凯瑟琳刚才凑近时那担忧的眼神。想到这里，他那冰冷的嘴角竟微微扬起，淡淡回了一句没事，便带着队伍继续前行。看着被五花大绑的刺客们，凯瑟琳的心情非常不错。这时凯恩忍不住开口询问，如果他们当时没有答应合作，大小姐打算怎么办？凯瑟琳微微一笑回答道，那我会直接让你后悔。你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别以为我没有备用计划，我手里有的是钱，多的是雇佣兵愿意为我卖命。
说完，他直接将一袋沉甸甸的赏金重重地砸在凯恩面前。凯瑟琳表示希望这笔钱能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石，他要求凯恩给工会长带个话，就说他已经正式和凯瑟琳合作了。画面一转，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传来沉闷的撞击声与惨叫声，严酷的审讯已经正式拉开幕。然而牢房里的审讯并不顺利，任凭赫罗斯用尽手段，刺客的嘴依旧紧闭。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赫罗斯立刻恭敬地退到一旁。凯瑟琳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血的硬骨头，他冷冷地开口询问：“这家伙还是什么都没招吗？”凯瑟琳刚走上前，被绑着的刺客就吓得直打哆嗦。赫罗斯在一旁笑着解释，自己只是跟这家伙简单打了个招呼。接着他掏出了一根皮鞭，刺客吓得连声求饶。凯瑟琳在一旁暗自好笑，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打招呼，能把人吓成这副德行？不过这样也好，接下来的审问可就省事多了。既然对方心理防线已经动摇，凯瑟琳决定趁热打铁。她故意摆出一副要动真格的架势，刺客吓得连声哀求，直说自己的血太脏，千万别弄脏了大小姐的身体。凯瑟琳冷笑着调侃，用血护肤早就过时了，不过这家伙的皮肤看着还行。赫罗斯在一旁帮腔说，确实比上一个强多了。双重施压之下，刺客哭喊着表示自己什么都招。可等他把真相说出来之后，凯瑟琳却直接愣住了。买凶杀他的赏金居然只有区区1000等，堂堂大小姐的身价居然只值这点零钱。凯瑟琳直接抛出条件，问他敢不敢去法庭作证。刺客彻底懵了，去法庭指控幕后黑手，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凯瑟琳冷笑一声，因为他要起诉的人是帕德尔蒙。刺客还想讨价还价，说去作证自己就没命了。凯瑟琳笑得更加甜美，说不作证也行，反正死人也有死人的用处，比如包下来做个包包。刺客吓得魂飞魄散，哭喊着答应了合作，搞定了刺客。凯瑟琳带着赫罗斯离开地牢。听完这次袭击的伤亡汇报，凯瑟琳有些无语，自己故意只带了几个守卫，结果居然有一半临阵脱逃。她叹了口气，交代下去，必须给受伤的守卫最好的治疗。凯瑟琳接着下令，把那些临阵脱逃的守卫全部开除，顺便把他们的债务打包卖给催收公司。赫罗斯立刻领命。两人刚走回大厅，女仆就急匆匆地迎了上来，汇报说刚才有件急事。就在凯瑟琳出门的这段时间，家里的亲戚找上门来了，那些人被拦在门外，士气急败坏，叫嚣着绝不善罢甘休，最后才骂骂咧咧地走了。凯瑟琳冷笑了一声，这帮人动作倒挺快，看来他们早就认定自己今天绝对活不着回来，连分家产的准备都做好了。既然他现在平安无事地站在这里，那这笔账就要好好算一算。凯瑟琳冷笑，这帮人迟早得跪在他面前，因为他早就布好了局。至于抓回来的那些刺客，也待不了太久。他笑着交代女仆，别的不用管，先把那些刺客喂饱就行。女仆立刻领命退下。另一边伴随着一声巨响，帕德尔蒙的同伙直接拍桌子找上门来。男人愤怒地质问，当初不是说好只解决一个小丫头吗？帕德尔蒙这下也有些慌了，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对方根本不买账，说自己连私兵都借出去了，现在事情搞砸了，到底打算怎么收场？帕德尔蒙怎么也想不通，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那个在他眼里一无是处的丫头，到底是怎么挡住那么多刺客的？除非只有一个解释。帕德尔蒙冷笑着看向众人，说我们中间出了叛徒，有人把消息泄露给了凯瑟琳。这话一出，底下的同伙们顿时炸开了锅，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人收了好处，不然凯瑟琳怎么可能活得下来？看着这群人互相猜忌，帕德尔蒙心里有了底，只要把水搅浑，他就能把自己摘干净。但对方也不是傻子，当场就有人拍桌子站了起来，质问帕德尔蒙是不是想甩锅。同伙们还在为谁是叛徒吵个不停，帕德尔蒙在一旁冷眼旁观，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全身而退。他虚情假意地劝大家冷静，试图重新掌控局面。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外面就传来了公爵府的最新消息。凯瑟琳放话出来，只要前10个主动去认错的人，就可以免受起诉，而且已经有人抢先赶过去了。这消息一出，原本就各怀鬼胎的同盟瞬间瓦解，大家生怕去晚了名额被抢光，纷纷争先恐后的往外冲，谁也不想留下来当替罪羊。这下轮到帕德尔蒙傻眼了，他拼命想拦住众人，可根本没人在听他的话。这苦心经营的同盟，转眼间就成了一场笑话。看着空荡荡的会议室，帕德尔蒙气得直咬牙，这群蠢货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突然想起女儿露西亚之前说的话，露西亚当时急切地告诉他，父亲凯瑟琳变了，那个以前只知道犯蠢的丫头，最近的举动非常反常。看来露西亚说的没错，凯瑟琳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好对付的软柿子了。另一边，埃蒂乌斯也收到了关于袭击事件的调查报告，手下恭敬地汇报，殿下，关于凯瑟琳小姐遇袭的事，目前来看是他的叔叔为了争夺继承权动的手，觊觎公爵继承权的人不少，但帕德尔蒙伯爵是第一个按捺不住动手的。埃蒂乌斯冷声吩咐手下盯紧那些亲皇室派贵族的动向。交代完事情，他准备动身回去，可这一路上他的脑子里全是凯瑟琳的事。那个女人现在正面临着继承权的威胁，虽说她是埃勒摩尔家的人，但看着她现在的处境，简直和当年的自己一模一样，这才让他忍不住多留了份心。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门缝里塞着的一封信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的火漆印章让他有些意外，真是可笑，自己居然差点去同情那个女人，难道说她又在暗中筹划什么坏事了吗？看着信上的署名，埃蒂乌斯低声念出了那个名字，凯瑟琳·埃勒摩尔。
凯瑟琳坐上前往皇宫的马车，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面板上埃蒂乌斯的数值折腾了半天，居然才刚刚过半。自己天天往救济院送温暖，怎么这数值就是不见涨？到底还要做什么才能把这家伙的数值刷上去？还没等他琢磨出个所以然，外面就传来侍从的提醒，皇宫已经到了。看着眼前宏伟的皇宫，凯瑟琳深吸了一口气，这趟皇宫之行怕是没那么简单了。凯瑟琳在赫罗斯的陪同下走进皇宫，这地方可不好混，毕竟公爵家的权势全是他父亲当年一手打拼出来的，如今只剩他一个人，外面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就等着看他什么时候撑不住。虽说这次靠着手段暂时收拾了那帮分家亲戚，甚至逼得他们主动交出产业求和，但以后的路只会更难走。为了帮埃蒂乌斯完成大业，他必须死死守住这份家产，而眼下最快的捷径就是先拿下皇帝德乌斯的信任。随着大门缓缓推开，侍从高声通报凯瑟琳小姐到，这龙潭虎穴她今天是非闯不可了。大殿之上，德乌斯高高在上地俯视着凯瑟琳，主动开口询问她的来意。凯瑟琳恭敬地行了个礼，还没等他站稳，德乌斯就直接切入正题，问他是不是在烧毁的书房里找到了什么秘密文件。这老狐狸一开口就直奔要害，凯瑟琳虽然有些无语，但脸上还是得保持微笑。她委婉地表示自己今天来可不是为了那件事。接着凯瑟琳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她要把家族手里的普雷斯拉冰原原封不动地交还给皇室。德乌斯接过报告，凯瑟琳在一旁解释说，那片冰原下埋藏的资源其实比之前预估的还要多，自己愿意把这片土地无偿献给皇室，为帝国的繁荣尽一份力。其实凯瑟琳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关于冰原资源的秘密迟早会泄露，与其最后便宜了那些心怀鬼胎的贵族，不如现在主动送给皇室，这样以后落入埃蒂乌斯手里反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虽然这招肯定会引起怀疑，但眼下这是最好的选择。德乌斯仔细看完了报告，发现上面的资源确实多得惊人，这下他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表示自己会记住埃勒摩尔家族的忠诚。凯瑟琳恭敬地表示，只要是为了陛下和帝国，自己做什么都愿意。其实他心里很清楚，那片冰原留在自己手里，根本就是个没法变现的累赘。虽然冰原下的资源确实诱人，但那地方地形太复杂，开发成本高得吓人。不过以德乌斯的贪婪，绝对不会放过这块肥肉，他肯定会想尽办法去开发。只要皇室把钱都砸在开发上，军费开支必然会缩水，这对于革命军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就在凯瑟琳以为计划顺利时，德乌斯却突然开口，不过既然这片冰原资源这么多，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垄断，反而要主动交出来？这老狐狸果然没那么好糊弄。凯瑟琳转过身，微笑着解释，自己只是想让陛下开心，希望陛下能收下这份心意。德乌斯听完哈哈大笑，调侃他居然还在为这种小事操心。其实凯瑟琳心里早就骂开了，明明一见面就拿革命军名册威胁人，现在倒装起大度来了。德乌斯挥了挥手示意他可以退下了，凯瑟琳恭敬的行礼告退，心里却恨不得再也不要见到这家伙。一走出大殿，凯瑟琳终于松了口气，这趟龙潭虎穴总算是闯过来了，接下来的计划就可以顺利实施了。凯瑟琳刚松了一口气，以为今天的任务总算完成了，结果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来的人居然是埃蒂乌斯，偏偏在这个时候碰上，凯瑟琳也只能硬着头皮恭敬地向他行礼。埃蒂乌斯冷着脸走上前，直接质问他大费周章的写信挑衅，到底有什么目的？其实在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凯瑟琳就已经料到了这个结果，不过看对方这架势，这回是真的被彻底激怒了。凯瑟琳微笑着回应，自己只是尽了臣民的本分，根本没有挑衅的意思。原来信里提到那片要归还的冰原上有已故皇后留下的别墅和遗物。埃蒂乌斯冷声警告，乱碰皇室的东西可是重罪。凯瑟琳却不慌不忙，反过来提醒他，如果不赶紧去把遗物收走，皇帝可就要亲自动手清理了，自己这完全是好心。说完，凯瑟琳直接告辞离开，只留下埃蒂乌斯一个人站在原地。自从失去母亲之后，埃蒂乌斯就再也没去过那栋别墅，因为他害怕自己一旦过去，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就会动摇，所以收到凯瑟琳那封信时，他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完全在预料之中。其实凯瑟琳心里很清楚，现在这个阶段，他必须在埃蒂乌斯面前扮演恶人，如果这时候忍不住表露了感情，只会变成害死两人的毒药，所以不管有多难受，这出戏他都必须咬牙演下去。凯瑟琳其实根本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只要能保住自己最喜欢的人，顺便让自己活下去，这就足够了。所以他暗暗给自己打气，绝对不能气馁。转眼到了第二天，结果一大早就出了大状况。凯瑟琳看着眼前的提示，整个人彻底懵了，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着埃蒂乌斯的名字，可问题是他的好感度怎么反而下降了？时间回到凯瑟琳去皇宫的那天晚上，皇宫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德乌斯端着酒杯，不怀好意地笑着，你不会真打算拒绝我的酒吧？面对这种明晃晃的强权施压，埃蒂乌斯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将杯中的烈酒一饮而尽，这让德乌斯得意地笑出了声。喝完这杯带着屈辱的烈酒，埃蒂乌斯冷冷地开口告辞。德乌斯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退下了。埃蒂乌斯独自走在幽暗的走廊里，脑海中却全是凯瑟琳的身影。他有些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而产生一种被背叛的异样感觉。明明两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深交。他有些自嘲地摇了摇头，大概是刚才喝下的烈酒让自己的情绪有些失控了，
就在他分神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异样的动静，一个蒙面刺客正手持锋利匕首，悄无声息地朝他逼近。好在埃迪乌斯警惕性极高，瞬间就察觉到了背后的杀气，有刺客，他猛地转身拔剑防备。面对步步逼近的刺客，埃迪乌斯直接拔剑迎战。在这个狭窄的走廊里，他已无路可退。他脑中灵光一闪，瞬间全想通了。德乌斯故意在宴会上灌醉他，就是为了方便刺客在此时动手。这种卑劣的手段真是够下作的。虽然酒精让他的身体有些迟钝，但埃迪乌斯手里的长剑可不慢，一记凌厉的反击直接重创了刺客。眼看偷袭计划彻底失败，受伤的刺客没有纠缠，转身就逃，只留下同样受伤的埃迪乌斯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摇摇欲坠。此时埃迪乌斯的情况很不妙，他突然感觉一阵强烈的眩晕，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毒。还没等他彻底想明白，整个人就直接重地倒了下去。而另一边，凯瑟琳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整个人瞬间陷入了抓狂状态。他怎么也想不通，埃迪乌斯的生命值怎么会突然暴跌？明明之前已经派人给他送了药，按理说绝对不该出问题才对。而且在原著小说的剧情里，这个时间点他根本不会遭遇危机。如果剧情一直这样偏离轨道，接下来的局势他根本无法掌控。在这种焦头烂额的危机时刻，凯瑟琳非常清楚自己急需一个绝对能站在他这边的强力盟友。可看着眼前的赫罗斯，他心里却忍不住直打鼓。眼前的这个人真的能够彻底信任吗？虽然赫罗斯平时表现得挑不出毛病，但凯瑟琳之前暗中调查过他好几次，结果却什么背景线索都没查到，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以他的手段和强大能力，在原著小说里绝对不可能只是个无名龙套，他的身上肯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不过既然他是目前最支持自己的人，他决定不再犹豫，是时候探探这家伙的底牌了。他向赫罗斯提议，用彼此的一个秘密作为交换。赫罗斯听后一下子愣住了，显然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凯瑟琳顺势追问，难道你到现在还不信任我吗？赫罗斯赶紧摆手否认，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凯瑟琳微微一笑，决定由自己先开这个口，只要赫罗斯待会儿也说出一个等值的秘密就行。接着凯瑟琳直接抛出了自己的底牌，坦白了自己最近做的一切，包括之前拿走金币和建立救济院，全都是为了暗中帮助埃蒂乌斯皇子。听到这个惊天的秘密，赫罗斯彻底坐不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凯瑟琳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看着赫罗斯满脸疑惑的样子，凯瑟琳直接抛出了最终答案，因为他的命运早就和埃蒂乌斯紧紧绑定在了一起。这话一出，赫罗斯整个人都听傻了，甚至怀疑是不是中了什么魔法诅咒。凯瑟琳也懒得解释太多，只是神色严肃地强调，要是埃蒂乌斯没命，自己也绝对活不成。赫罗斯急切地追问，到底是谁对他下了这种毒手？凯瑟琳心里暗暗吐槽，还能是谁？当然是这本小说的作者了。不过他没打算在这件事上纠缠，而是直接把话题转了回来。既然自己的秘密已经坦白，现在该轮到赫罗斯了。凯瑟琳直勾勾地盯着他，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赫罗斯，你到底是什么人？赫罗斯听完无奈地笑了笑，坦白自己早就知道凯瑟琳在暗中调查他，甚至还一直盼着能被他亲自审问。这态度直接把凯瑟琳整不会了，怎么说正事还突然害羞起来了。接着赫罗斯直接单膝跪地，承认自己曾是掠夺者的一员，不过早就和他们彻底断了联系。得知这个惊人的身份，凯瑟琳赶紧追问，既然以前是掠夺者，那又是怎么来到埃勒摩尔的？赫罗斯温柔地握住他的手，真诚地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恶意，更不是来偷东西的。凯瑟琳有些不解，既然不欠家族什么，为什么还要执意留下来？赫罗斯深情地看着他，坦言起初确实有别的原因，但现在留下来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真心，因为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凯瑟琳听着赫罗斯的表白，对方说自己的一切都和他有关，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忠心，赫罗斯直接把随身短刀递了过去，要是您不信，现在就可以动手杀了我，能死在您手里也是我的荣幸。这下把凯瑟琳整不会了，自己只是问个秘密，这家伙怎么还随身带刀啊？凯瑟琳无奈地把刀收了起来，劝他别整这些没用的花样。不过今天这一出倒让他对赫罗斯有了新的认识，至少目前来看，这家伙确实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赫罗斯再次坚定地表态，只要是凯瑟琳的命令，他绝对无条件服从。凯瑟琳有些不敢相信地确认，是不是真的什么事都愿意做？赫罗斯笑着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凯瑟琳也就不客气了，直接给他派了一个紧急任务。画面一转，时间到了深夜，受伤的埃蒂乌斯正躺在床上休养，整个人看起来十分虚弱。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夜行衣的神秘人悄悄推开窗户潜了进来，仔细一看，这粉色头发和紫色眼睛，不正是凯瑟琳吗？时间回到了几天前，在埃勒摩尔庄园里，赫罗斯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凯瑟琳急忙打听埃蒂乌斯的下落，赫罗斯有些为难地回答，皇子今天根本没有去蓝宫报道。听到这个消息，凯瑟琳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肯定出事了，必须得尽快查个水落石出。看着凯瑟琳焦虑的样子，赫罗斯直接立下了军令状，保证明早之前一定查清真相。这坚定的态度反而让凯瑟琳有些意外。赫罗斯带回了最新的调查结果，原来埃蒂乌斯已经彻底昏迷了，他中的是一种极其霸道的剧毒，会先让人全身麻痹，最后直接窒息而死。更糟糕的是，医生说这种毒目前根本无药可救。听到这个消息，凯瑟琳整个人都懵了，要是埃蒂乌斯真的没命，那绑定了命运的凯瑟琳也得跟着陪葬。
赫罗斯也急了，连忙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解药。可谁能想到，凯瑟琳却突然笑出了声，说自己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夜幕降临，赫罗斯还是有些不放心，劝凯瑟琳让他代替去冒险，但凯瑟琳态度非常坚决，这件事情他必须亲自去办。随后，凯瑟琳换上了夜行衣，悄悄翻窗潜入了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埃蒂乌斯，凯瑟琳在心里默默念叨，自己终于赶到了。而此时的埃蒂乌斯依然虚弱地躺在床上，根本不知道有人已经摸了进来。凯瑟琳给气坏了，要是让他揪出下毒的幕后黑手，绝对饶不了那家伙。看着眼前这个虚弱的男人，凯瑟琳心里五味杂陈。她确实想见他，但绝对不是以这种方式。可看着看着，这气氛怎么突然有点不对劲了？这家伙就算受着伤躺在床上，怎么还是这么有杀伤力？从肩膀到睫毛，简直让人根本挪不开眼。凯瑟琳赶紧拍了拍脑袋，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救人要紧，她必须立刻把解药喂下去。她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瓶，这药来头可不小，是她最近好不容易通过家里的关系搞到的。说起这瓶解药，背后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曾有天使爱上了凡人，为了救活中毒的爱人，天使流下了眼泪，而这瓶药正是用天使的眼泪做成的。当初刚拿到经销权的时候，就有人特意提起过这件宝贝，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当初拿到这瓶药的时候，他还以为这只是个荒诞的童话，可到了这个份上，这瓶药已经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凯瑟琳没有犹豫，直接把解药给他喂了下去。看着药水被咽下去，他只盼着这家伙能赶紧好起来。看着这张帅得有些过分的脸，凯瑟琳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接下来自己必须得时刻盯着他了。凯瑟琳觉得今天差不多了，正准备赶紧溜走，谁能想到躺在床上的埃蒂乌斯突然出手，一把死死抓住了他的手腕，这下可把凯瑟琳吓得够呛。埃蒂乌斯醒了过来，看着眼前这双熟悉的紫色眼睛，他一下子认了出来，这双眼睛他绝对在哪见过。凯瑟琳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解药的效果居然这么快，这下可彻底穿帮了。他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埃蒂乌斯虽然醒了过来，但身体显然还没恢复，整个人还是摇摇晃晃的。凯瑟琳这吓慌了神，根本不敢多留，直接甩开手翻窗逃走。埃蒂乌斯还想去拦，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身影消失。等他再次睁开眼，整个人才算真正清醒过来。他捂着伤口有些发懵，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在失去意识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做着可怕的噩梦，梦里全是漫天的火光，还有那顶沾满鲜血的皇冠。埃蒂乌斯清醒过来，回想起刚才被抓住手腕的触感，那绝对不是梦。他忍不住开始怀疑，那个深夜潜入的神秘人难道就是凯瑟琳？而另一边，凯瑟琳正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这解药的效果简直立竿见影，埃蒂乌斯的好感度居然直接飙升到了6颗星。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那家伙当时迷迷糊糊的，应该没认出自己吧？算了，不管怎么说，这桩心头大患总算是解决了。凯瑟琳躺在床上琢磨着，算算时间，那个人也该有动作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赫罗斯就送来了一封信，帕德蒙伯爵给您送来了邀请函。听到这个消息，凯瑟琳不仅没慌，反而笑了起来。看来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他直接给赫罗斯下了命令，去联系掠夺者，是时候去帕德蒙领的会会他们了。大门被猛地推开，帕德尔蒙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直接大喊凯瑟琳的名字。可屋里的凯瑟琳却一点没慌，正慢悠悠地品着茶。他甚至还笑着调侃，明明是主人请客，自己却迟到了。这态度让帕德尔蒙当场发飙，他指责凯瑟琳不懂规矩，居然不等长辈就自己先喝上了，还大声质问是谁擅自上的茶。凯瑟琳却根本不在乎，说这茶是他自己泡的，让帕德尔蒙别拿女仆撒气。帕德尔蒙强压着怒火，冷脸质问，今天为什么叫他过来？他心里应该有数吧。接着他又摆起了长辈的谱，说自己可是看着凯瑟琳长大的。帕德尔蒙越说越来劲，指责凯瑟琳不仅擅自退婚，还肆无忌惮地挥霍家族财产，简直把家族的脸都丢光了。他大声质问，自己作为长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面对这一通劈头盖脸的指责，凯瑟琳不仅没生气，反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他慢悠悠地反问，就因为不能放任不管，所以叔叔才做出了那种事吗？帕德尔蒙这下有些心虚，连忙追问他到底在胡说什么。结果凯瑟琳直接挑明了真相，问他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想要了他的命。被当场戳穿的帕德尔蒙急得大喊大叫，质问凯瑟琳是从哪听来的胡话。他甚至还厚着脸皮狡辩，说自己是被陷害的，劝凯瑟琳别信那些谣言。这演技让凯瑟琳看了都想笑。帕德尔蒙叹着气说自己真是操碎了心，接着便招呼女仆倒茶。他端起茶杯递给凯瑟琳，说这茶能静心安神，劝她坐下来好好聊聊。看着眼前的茶水，凯瑟琳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家伙绝对是狗急跳墙了，居然用这重上不了台面的小手段。凯瑟琳笑着端起茶杯，顺着他的话演了下去。帕德尔蒙还以为自己得逞了，又开始装出一副慈祥长辈的模样。谁能想到凯瑟琳二话不说，直接把一整杯茶倒在了帕德尔蒙头上，这一下把旁边的女仆都给吓傻了。帕德尔蒙气得直哆嗦，指着凯瑟琳大喊大叫，质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礼貌。结果凯瑟琳根本不吃这一套，冷笑着回怼，礼貌这东西是留给人的。凯瑟琳接着嘲讽说自己倒茶只是想帮他清醒清醒，可惜根本没用。帕德尔蒙彻底暴怒，直接指着他破口大骂。凯瑟琳也懒得再废话，拎起包准备离开，冷冷地丢下一句话，自己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听他忏悔的。
我今天过来就是为了看你垂死挣扎的。凯瑟琳接着说，比如你在这茶里下的毒。这下帕德尔蒙彻底慌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女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凯瑟琳直接戳穿了他的阴谋，如果自己今天真的死在这，帕德尔蒙就能赖掉欠他父亲的债，还能顺理成章的吞掉所有遗产。不过帕德尔蒙这次是彻底算错了。凯瑟琳笑着说，多亏了他这么配合，这下谋杀的铁证可就全落到他手里了。眼看下毒的证据被凯瑟琳收走，帕德尔蒙这下彻底急眼了，他歇斯底里的大喊，快把那个瓶子给我抢回来！可还没等守卫动手，赫罗斯已经一步跨上前，死死挡在了凯瑟琳身前。帕德尔蒙气急败坏的大骂，你不过是个管家，居然敢挡我的路！接着他直接下了死命令，把他们都给我杀了。这下是彻底撕破脸了，但赫罗斯可不是好惹的，还没等守卫的剑刺过来，他直接一脚把人踹飞了出去。帕德尔蒙这下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人居然这么不堪一击，他急得大喊大叫，想叫更多的人过来帮忙，结果等来的只有手下接连倒地的声音。这下他终于反应过来了，难道这一切全都在凯瑟琳的算计之中？看着惊慌失措的帕德尔蒙，凯瑟琳笑着问，怎么你看起来完全没料到啊？他早就提前联系了凯恩，把庄园里的守卫全给清理干净了。帕德尔蒙咬牙切齿的威胁，说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可凯瑟琳只是冷笑了一声，根本没把他的威胁当回事。帕德尔蒙惊恐的追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凯瑟琳冷笑着宣判了他的下场，他很快就会被关进大牢，这辈子都别想再重见天日。这下帕德尔蒙彻底瘫软在地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事情解决后，凯瑟琳带着赫罗斯走出了庄园。凯瑟琳转头询问，交代他去拿的东西到手了没有？赫罗斯恭敬地回答，已经按照吩咐把东西全部带了出来。看着手里的木盒，凯瑟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原来他这次亲自过来，根本不只是为了收拾一个帕德尔蒙，他真正想要的是这个盒子里装的秘密。这不仅能帮革命军壮大实力，更是能直接扯下当今皇帝的遮羞布。这盒子里装的居然是前任皇帝的亲笔信。赫罗斯有些好奇地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凯瑟琳解释说，这是他父亲留下的遗产。其实，在父亲葬礼的第一天，凯瑟琳就撞见帕德尔蒙在偷东西，不过那时候他才刚穿越过来，根本没空去深究。好在帕德尔蒙当时只顾着找债务文件，根本没仔细看，就随手把这封信塞进了盒子里。因为信件缺了第一页，根本看不出是谁写给谁的，这才让他当成废纸留了下来。但作为看过原著的人，凯瑟琳很清楚这封信的价值。在原著里，这封信本该在革命军烧毁庄园时被烧掉，现在落到他手里，正好可以用来帮艾蒂乌斯一把。接着，凯瑟琳把之前收集的下毒茶水递给赫罗斯，吩咐他送去官府。这下帕德尔蒙下毒的罪名算是彻底坐实了。赫罗斯有些担心地问，您真的要和那个负责人一起去吗？凯瑟琳笑着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没错，这正是他的计划。画面一转，大雪覆盖了整座庄园，几道身影正踩着积雪缓缓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埃蒂乌斯，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他忍不住在心里感叹，真没想到自己居然还会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这里。几人径直推开大门，顺着空旷的楼梯一路往上。整整20年了，他终于再次推开这扇尘封的大门。屋里的陈设早已腐朽变样，好在那枚红宝石戒指依然完好。这可不是普通的饰品，而是当年皇帝赐予他母亲的婚戒，承载着至高无上的荣耀。他依稀记得母亲温柔的叮嘱，若以后遇到想共度一生的人，就将这枚戒指亲手送给对方。只可惜当年的他年纪尚幼，根本不懂这句话背后的分量。母亲曾说把戒指留在这里，约定明年夏天再来取走，可惜他再也没能等到那个夏天。突然手下急匆匆地跑来报告，在地下仓库发现了惊天秘密。埃蒂乌斯立刻动身赶了过去，谁能想到阴暗的仓库里竟然堆满了金条与军火，手下们兴奋得手舞足蹈，直呼这次真是彻底发财了。可埃蒂乌斯却眉头紧锁，这荒废的庄园怎会藏有如此庞大的军备，连他自己都毫不知情。手下开玩笑说是有天使在暗中保佑，这让埃蒂乌斯陷入了沉思。那个一直在背后默默帮他的神秘人究竟会是谁？看着手里一封封沉甸甸的信件，埃蒂乌斯心中满是愧疚。他一直单方面接受对方的巨额资助，却连一封回信都无法送达。他默默看着桌上的戒指，只期盼这场革命胜利之后能亲眼见见这位神秘的赞助人。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声，有人在院子里歇斯底里的直呼其名，打破了庄园原有的宁静。菲利奥斯在门外气急败坏的怒吼，叫嚣着让里面的人滚出来。埃蒂乌斯推门而出，冷冷地质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菲利奥斯一见他便彻底失控，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声称都是因为埃蒂乌斯的勾引，凯瑟琳才会对他如此冷酷无情。埃蒂乌斯只觉得莫名其妙，菲利奥斯却还在歇斯底里的抱怨，控诉凯瑟琳以前对他有多温柔，如今不仅无情的提出分手，甚至还明目张胆的偏袒埃蒂乌斯。菲利奥斯咬牙切齿地质问，他们两人到底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关系？自己与凯瑟琳更像是敌人。埃蒂乌斯听后冷笑一声，看来那个女人什么都没透露给他。菲利奥斯整个人瞬间懵了，怀疑他们早就联手设局陷害自己。他委屈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一出狱就去找凯瑟琳，却被泼水拒之门外，甚至去皇帝面前告状，反而又被关进大牢。看着眼前这个无可救药的蠢货，埃蒂乌斯冷冷地打断他，质问他难道真不知道自己
为何被甩？明明是自己作死落得如此下场，现在居然还有脸跑来这里发疯。这番话对德菲利奥斯彻底哑口无言。菲利奥斯依然歇斯底里的叫嚷，发誓要找抢走凯瑟琳的男人算账。话音未落，埃蒂乌斯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冰冷的眼神中满是警告。菲利奥斯瞬间被吓得不敢动弹，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传闻中软弱无能的皇子，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压迫感。埃蒂乌斯满脸嫌弃的嘲讽道：“像凯瑟琳那样聪明狡猾的女人，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种蠢货？简直是瞎了眼！”他直接把话挑明，自己与凯瑟琳之间清清白白，但若非利奥斯再敢来纠缠找茬，下一次绝不会轻易放过他。说完，便将他如同垃圾般甩开，只留下菲利奥斯在原地瑟瑟发抖。画面一转，来到金碧辉煌的皇宫，德乌斯高坐在帝王宝座之上，看着下方的凯瑟琳，缓缓开口，声称朝中正缺少一位能臣，提议由他来继承王父的爵位与权力。这无疑是一步登天的绝佳机会，但凯瑟琳内心却在冷静的盘算，即便在原著中埃蒂乌斯最终夺权成功，过程也伴随着九死一生的凶险，光靠暗中送钱根本保不住他的命，必须为他寻找一位原著中不存在的强力盟友。而这个破局的关键就藏在凯瑟琳手中的那封密信里，这个死局只有他能解开。原来当年皇帝拦截那封密信，就是为了挑拨前代帝王与功臣的关系，而那个被离间排挤的受害者，正是西部平原的霸主贝阿特利切公爵。虽说这位公爵早已隐退多年，但他在军中的影响力依然无人能及。若能将他拉拢到埃蒂乌斯的阵营，便等同于握住了绝对的胜算。想到这里，凯瑟琳主动向德乌斯表态，坦言自己是个极具野心的女人，只要陛下愿意给予信任，她便能成为扫清障碍的最强力人。为了迈出夺权的第一步，他主动请缨，负责筹备狩猎季的邀请函。德乌斯没有多想，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计划的第一步进行得非常顺利，可还没等凯瑟琳松口气，德乌斯却突然话锋一转，问他如何看待让埃蒂乌斯调查帕德尔蒙。听到这个名字，凯瑟琳瞬间警惕了起来。那个帕德尔蒙为了除掉眼中钉，竟然胆大包天在茶叶里下毒，如今被扣上了叛国的重罪。而这个棘手的案子偏偏落到了埃蒂乌斯头上。德乌斯突然把案子交给埃蒂乌斯，这明摆着是在警告凯瑟琳老实点，只要事情牵扯到埃蒂乌斯，皇帝就会变得异常敏感，这绝对是一次致命的试探。凯瑟琳深知必须小心应对，她顺着德乌斯的意思回答，声称一切全凭陛下做主，让皇子去调查叛国的重犯，正好能让他明白罪名有多沉重。而此时的另一边，埃蒂乌斯正看着手里的公文，这个棘手的麻烦已经送到了他的手上。本以为是来接受质询的，结果一进门，凯瑟琳整个人都傻眼了。这地方小得可怜，根本不像个皇子的办公室，窗户漏风，桌子摇晃，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看来埃蒂乌斯平时没少受排挤，这让凯瑟琳气不打一处来，在心里把皇帝骂了个狗血淋头。正骂得起劲时，埃蒂乌斯突然开了口，这可把凯瑟琳吓了一跳，生怕刚才的碎碎念被对方听去，只能尴尬的陪笑。埃蒂乌斯倒也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调侃他，看来对皇帝的怨气不小。不过这一笑直接把凯瑟琳给看呆了。埃蒂乌斯看着手里的资料，冷冷地指出，这个帕德尔蒙不仅是凯瑟琳的叔叔，甚至还雇了刺客想要他的命，这已经是妥妥的叛国重罪。不过在聊正事之前，埃蒂乌斯还有一个疑问，最近外面有些关于凯瑟琳的传闻，说他正在故意疏远那些效忠皇帝的贵族们。听到这话，凯瑟琳倒是一脸淡定，表示这些传闻只对了一半，他其实只是想成为唯一能得到皇帝信任的人，毕竟和那些无能的蠢货混在一起，除了惹麻烦，根本捞不到任何好处。这野心可真够大的。埃蒂乌斯接着追问，那他和菲利奥斯解除婚约，是不是也是为了牵制雷加洛家族？凯瑟琳正喝着茶，听到这话差点一口喷出来。埃蒂乌斯突然提起菲利奥斯，说那家伙今天早上跑去找他，而且还是浑身湿透的狼狈模样。凯瑟琳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女仆阿格尼斯泼的水，但她没想到那家伙顶着一身水，居然直接跑去找埃蒂乌斯对峙，甚至还怀疑起他们两人的关系。这下凯瑟琳坐不住了，赶紧向埃蒂乌斯道歉，怪自己没把那个疯子处理干净，才给埃蒂乌斯惹了这么大麻烦。埃蒂乌斯倒是一脸平静，说自己只是担心他们要是没断干净，自己万一说错话就不好了。凯瑟琳急忙撇清关系，大声强调早就彻底玩完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凯瑟琳脱口而出说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其实是……可话到嘴边，他却突然卡壳了。而埃蒂乌斯正静静地看着他，等着他的下半句话。面对埃蒂乌斯的注视，凯瑟琳一下子慌了神，急忙大声否认，说自己怎么可能轻易喜欢上谁。埃蒂乌斯倒也不急，顺着话头继续追问，既然两人之间清清白白，那他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他？他不想听那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只想知道凯瑟琳选择他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凯瑟琳给出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回答，他说这不过是皇帝给旁人的警告，让大家看看觊觎皇位的人是什么下场，而自己只是在替皇帝办事。听到这个回答，埃蒂乌斯只是淡淡的表示自己记住了，可他心里很清楚，在皇帝眼线的严密监视下，凯瑟琳现在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绝对不能表现出任何好感，否则两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极其危险。其实扮演坏人这种事，凯瑟琳早就习惯了，但接下来要说的话会彻底伤害到眼前这个人，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凯瑟琳开始起草指控叔叔的声明书，只要把帕德尔蒙买凶杀人，还有下毒害他的罪行写下来，这桩案子就算彻底定性了。
埃蒂乌斯看着看着，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这字迹怎么越看越觉得眼熟？难道自己以前在哪里见过？这字迹越看越眼熟，埃蒂乌斯立刻想起了那些神秘信件上的留言，还有随手画的小动物，两边的字迹居然一模一样。原来那个一直在暗中帮他送物资的神秘人，竟然就是凯瑟琳。